迎来到16频道，今天来聊一下 Wedding Plan 的原作小说剧情，一个婚礼企划爱上准新郎的故事。高低起伏不算到很多，故事走向也是可以预测，基本上这是万年不败的经典老梗。如果你本来就喜欢看霸道总裁这一类的作品的话，个人觉得这一剧还是值得一看的，而且准新郎呢是真的很会撩。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段情不自禁的危险关系吧。注意后面会含有大量的剧透，所以不想被剧透的各位请斟酌使用哦。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两位主角，公的名字叫赛隆，有钱人家的儿子，但却不代表了他可以为所欲为，从小到大都要面对情人的母亲，所以呢一直都生活得很压抑。受的名字叫努尔，超级吃货，最爱吃麦当劳，是一个工作狂，但主要也是因为他本身就很喜欢婚礼企划的工作。故事一开始，努尔在吃中餐的时候见到了在麦当劳的赛隆，一眼呢就看出了对方是自己的菜而一见钟情。但下一秒，沙龙的女伴伊娃出现，所以努尔只好摸摸鼻子的离开。而沙龙其实也看到了努尔，而且他还很喜欢努尔吃东西的时候一脸幸福的样子。沙龙觉得如果可以跟努尔认识，也许他的生活也会变得幸福，从而对努尔一见钟情。之后两人在婚礼企划公司重遇，然而沙龙身边却站了他的未婚妻伊娃。努尔只好收起自己的情绪，拿出专业的态度来协助两位准新人。然而两位准新人却一点都不配合，伊娃把所有的决定全都交给赛隆，但赛隆又什么想法都没有，而且态度挑衅，加上了距离婚礼只剩3个月的时间，这一切都让努尔觉得挫败又生气。然而客人就是一切，努尔只好下半夜跑去找赛隆讨论婚礼的事，但赛隆还是一样的不配合。对于赛隆的态度，努尔觉得很火大，但同时他也无法否认，赛隆不管是颜值还是身材都是他的天菜，所以虽然生气，但同时努尔又觉得很心动。而赛隆真很喜欢看到努尔被自己捉弄后生气的样子，觉得努尔圆鼓鼓的脸很可爱，所以一直故意不配合。后来到了选礼服的日子，赛隆开车到公司接努尔去礼服店，两人还去了麦当劳买德莱素当早餐。赛隆傻来说自己双手开车无法吃，要赛隆喂他，吃到中途还咬了努尔的手指挑逗他。努尔心动到不行，只希望可以快点到礼服店现场。结果到了现场，努尔才知道伊娃没有要来，而赛隆也早就知情。努尔很生气，但至少他们还是很快速的选好了礼服，还顺便的决定了婚礼场地。过程中，赛隆说只相信努尔，全部都问努尔的喜好，让他帮自己决定。在外人看起来，就像他们两人才是要结婚的一对。决定好婚礼现场后，赛隆就拉着努尔去吃晚餐。本来聊得很开心，但中途却突然讲到伊娃，努尔只能伤心的在心中提醒自己说赛隆快要结婚的事实。之后有天，努尔突然接到伊娃母亲的来电，说来宾要从600人增加到1000人。努尔直接慌了，想要找赛隆却又找不到人，最后直接冲去健身房堵人。一见到赛隆的那一刻，努尔就直接对着人狂恋。赛隆只好先把努尔拉走，但努尔还是完全没有要冷静下来，一时狂骂。赛隆干脆直接吻上了努尔。努尔吓到把赛隆推开，在努尔又慌又生气之下，赛隆问努尔有什么想要讲的吗？努尔直接回说想要直接揍赛隆一顿，所以赛隆就带着努尔上擂台打拳，但打不到5分钟，努尔是累了，也终于冷静下来听赛隆讲话。赛隆让努尔不用担心，来宾说了600就是600，不会增加。之后赛隆带着努尔去吃烤肉，赛隆一直盯着努尔看，还说自己喜欢看努尔吃饭的样子，要拿来当下酒菜，撩得努尔超心动。终于，努尔忍不住地问赛隆是不是被逼婚，但赛隆却说虽然情况很复杂，但他没有被逼婚。之后，赛隆开车送努尔回家，努尔全程伤心的装睡，结果赛隆再次吻上了他。努尔提醒赛隆迟早要结婚的事实。下车前，赛隆问两人还会再有见面的机会吗？努尔说会，但一切都只是工作。赛隆只是理亏，本来也想着不要再联络努尔。但有天回家，他母亲为了来宾人数的事跟他吵了起来，受不住母亲一而再再而三的情勒，赛隆联络上了努尔，求努尔出来见他一面。本来努尔想要拒绝的，但一听到赛隆求他的声音，他就心软了下来。两个人约在了酒吧，赛隆对努尔不断的诉苦，讲到最后，赛隆喝醉了，努尔只好带赛隆上饭店受洗。本来想帮赛隆擦完身体就走，结果在正要离开的时候，赛隆却拉着他不让他走。努尔被压倒在床上，赛隆再次吻上了他，劝努尔理智上知道要推开，但最后还是收不住诱惑，两人发生了关系。隔天醒来，努尔非常后悔，他叫赛隆忘记发生的一切，之后就逃离了现场。之后的2个礼拜，两人断了联络，直到拍婚纱照当天，两人再次见上了面。看着赛隆跟伊娃亲密拍照的样子，努尔终于受不了，
拍到中途就早退请假，之后直接坐飞机回老家。沙龙本来是想要趁拍照的时候找努尔谈清楚，结果努尔却先逃了。沙龙只好冲去公司找人，却只知道努尔请假回乡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上班。最后沙龙直接坐飞机冲去努尔老家，费了很大的劲，沙龙终于见上了努尔。为了不要失去努尔，沙龙终于坦白一切。原来沙龙跟伊娃一个是 gay， 一个是 les， 伊娃甚至有一个从大学就开始交往的女朋友，但为了应付情勒父母，两人只好选择假结婚。而沙龙之前一直不敢坦白的原因，是因为怕万一不小心被其他人知道，影响的这不只是自己，还会影响到伊娃。但伊娃却鼓励沙龙勇敢的去追爱。沙龙诚恳的跟努尔道歉，并说了自己爱努尔。听完沙龙的解释，努尔终于不再伤心，但他还是狠狠的揍了沙龙一拳。做得好。最后两人和好，然而虽然交往了，但他们还是不能公开。直到一天，伊娃跟母亲大吵了一架，伊娃终于受不了，坦诚了自己是 les， 之后还承担所有的责任，说沙龙也是被他骗的可怜人。之后二话不说，带着女朋友出国私奔。沙龙也就顺理成章的把一切都推到伊娃身上，对母亲说伊娃伤他太深，他再也不想跟任何女生在一起。之后还一天到晚往努尔家跑，两个人也终于正式在一起，完美撒花。以上呢就是《Wedding Plan》小说的大概剧情，基本的剧跟小说出入不大，所以个人觉得呢，小说并不是非看不可。其实本来这一部并不在16我预定要看的作品里，但因为不少人都说好看，而且还敲碗说想要看解说，所以16我就跑去看了。基本上这是非常媲美风格的作品，水准呢是一定有的，但好像也没有很大的突破，特别是这一季的太佛又刚好竞争很激烈，变相这一部的吸引力就比较弱了一点，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还是值得一看。而主演的神灵怕的是两位可爱的孩子，但感觉了2代的机会可能不好说，所以如果喜欢这一对 CP 的话，就赶快看起来吧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大家对 Wedding Plan 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留言分享，一起讨论。如果还有什么想看的主题，也欢迎提出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